老张，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每天的晚餐后总是直接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他认为这是退休生活中最享受的时刻。然而，不久前，老张开始感到胸口烧灼，经常在半夜被胃酸逆流憋醒。他的故事，可能就是你或你身边亲人的真实写照。饭后躺卧，习以为常、普遍习惯的隐患。在中老年人群中，饭后立即躺下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生活习惯。这种习惯往往源于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或是对休息的需求。然而，这背后隐藏着对健康的潜在威胁，尤其对于那些有糖代谢异常、糖尿病或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了解为什么这种习惯会如此普遍。对于许多中老年人来说，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家中度过，特别是退休后，饭后立即躺下，或许是一种放松方式，也可能是由于身体疲劳或消化不适。文化因素也在其中扮演角色。一些文化背景中，饭后休息被视为保健的一部分。从医学角度来看，这种习惯可能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饭后立刻躺下可能增加胃酸逆流的风险，特别是对那些已经有胃食管反流症状的人来说。对于糖代谢异常的患者，这种习惯还可能导致血糖控制困难，因为躺下状态可能影响食物的消化速度和血糖的吸收。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特别是那些患有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的人群，饭后立即躺下可能会增加心脏负担。这是因为身体在静止状态下，血液循环模式发生改变，对心脏功能有一定影响。虽然这是一个普遍的习惯，但鉴于其潜在的健康风险，建议中老年人群重新考虑自己的饭后习惯。改变习惯不仅有助于减少上述风险，还能提高生活质量。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探讨如何科学地安排饭后活动，以及如何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来应对这一挑战。健康风险解析：饭后躺下，隐患多多。胃部健康威胁：逆流非小事。饭后立即躺下可能导致消化系统的负担加重。当我们平躺时，胃部和食道之间的天然重力辅助消化作用减弱，胃酸容易逆流进入食道。这不仅仅是感觉上的不适，长期下来可能导致食道炎症甚至食道损伤。对于经常遭遇胃酸逆流的人来说，调整饭后姿势，避免立即躺下，是减轻症状的重要一环。血糖控制挑战不仅仅是糖代谢异常。对于糖代谢异常，通常称为糖尿病的患者来说，饭后立即躺下可能导致血糖控制更加困难。活动有助于促进血糖的自然调节，而缺乏活动则可能导致血糖水平上升。这对于糖代谢异常患者尤其重要，因为他们需要更加留意血糖波动，以避免长期并发症的风险。心血管压力增加不止于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饭后立即躺下对心血管系统也是一个负担，特别是对于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常称为高血压的患者，这种习惯可能导致血压更难以控制。在餐后活动，哪怕是轻度散步，都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有益于心血管健康。长期坚持还可以辅助控制血压，减轻心脏负担。通过这些科普信息，我们可以看到，饭后立即躺下可能对健康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改变这一习惯，对提升整体健康状况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群，调整饭后活动习惯，不仅有助于改善现有健康问题，还有助于预防未来的健康风险。营养专家的智慧，改善饭后习惯，守护健康之门。在处理饭后立即躺下这一习惯时，营养专家的建议不仅基于科学研究，而且紧密结合了日常生活实践。以下是几个关键的建议，用以指导中老年人群如何在饭后做出更有益于健康的选择，优化饭后时间分配。活动指南：饭后不宜立即进行剧烈运动，但轻度的活动如散步或做家务可以帮助食物更好的消化。推荐饭后至少等待30分钟再开始这些活动。放松技巧：如果感到疲劳，选择坐着休息而不是躺下，这有助于减少胃酸逆流的风险，并促进消化系统的正常工作。调整饭后饮食，食物选择：建议中老年人群饭后选择轻食或低糖水果，如苹果或梨，避免高脂肪和高糖的食物。这些食物会增加身体在饭后立即躺下时的不适感。饮水智慧：饭后适量饮水可以帮助食物消化，但应避免大量饮用冷饮，这可能刺激胃部，导致不适。日常健康监测：血糖观察：对于有糖代谢异常的中老年人来说，饭后适当的活动有助于稳定血糖水平。建议定期监测血糖，以便更好地了解个人对饭后行为的反应。血压管理：
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的人群应特别注意饭后活动。轻度活动有助于维持血压稳定，但应避免立即卧床休息。通过这些实用的建议，中老年人群可以有效地改善他们的饭后习惯，从而提升整体健康水平。记住，改变习惯需要时间和耐心，但健康的好处将是长期的和显著的。李老太今年65岁，自从退休后，她每天也不闲着，经常和朋友约着运动，不是跑步就是打球，日子过得也算充实。但最近她总感觉自己腿脚不是很舒服，尤其是天气一变化，就容易膝盖疼。还以为是风湿，结果去医院一查，就是膝盖过度磨损。医生建议平时少活动，好好静养。但她却迷惑了，不都说运动更有利于健康，怎么到自己这反而要静养了？长期锻炼与天天静养的人，谁更长寿？运动和静养哪种方式更健康？联勤保障部队第983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王新曾表示，修身养性本就有运动和静养统一的意思。一来修身讲求运动锻炼，增强肌肉骨骼功能，活络心肺力量；二来养性就是修炼内在，调养身心一体平衡，两者并不能完全割裂开。但不管是运动还是静养，都需要适量进行。国家级名老中医、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陈同云教授在采访中也强调了动静结合对养生的重要性，表示自己也会根据身体情况适度调整运动量，同时适当的静养也是必要的。由悉尼大学、伦敦大学、哈佛医学院等机构研究人员联合发布在 JAMA Oncology 期刊上的一项大规模研究，采集并分析了22398名平均年龄为62岁的成年人每日短暂剧烈间歇性运动与发生癌症的剂量反应关系。研究发现，每天保持4到5分钟剧烈间歇性运动，可以降低全因和癌症相关死亡风险。也就是说，适当剧烈运动确实有助长寿。84岁的国医大师韩明相，也是现代中医药抗衰研究领域的先锋。他认为自己这个年龄还能有这么好的身体状态，和他的养生秘诀是分不开的。他提出，抗衰宜早，养生宜平。因为很多人的衰老期是45岁开始的，建议开始抗衰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45岁。同时养生要讲究运动和静养结合，但要注意把握两者的度，保持相对平衡最佳。另外，运动后要注意合理休息，这样才能更好的恢复运动损耗的体力。所以运动要保持劳逸动静的平衡，否则也会加速身体的磨损。二、老年人坚持动起来，身体变化看得见。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老年病科主任郭一方曾公开表示，老年人在适当的活动中获益更多，建议多动起来。郭一方认为，运动不足的人如果每天坚持一定的运动量，3个月就可以看到身体的这些改变。改善睡眠质量。老年人往往面临入睡困难、早醒失眠、睡觉多梦等问题，而坚持运动可以通过舒缓紧绷的精神、焦虑感，甚至减少抑郁的风险，而体能消耗也更有助于人体快速入睡，改善睡眠质量，尤其是失眠多梦者更受益。二、减轻体重。肥胖往往和很多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甚至一些肿瘤风险相关，坚持运动3个月，适当调整饮食，也有利于减轻体重，从源头降低相关疾病风险。三、降低三高风险。对于平常少运动的人，3个月的规律运动可以帮助血压恢复平稳，降低5到10毫米汞柱血压值，伴随体重的减轻，血压也将降得更多。同时，长期的运动也有利于降低甘油三酯含量，预防胆固醇过高引起的血脂问题。运动也是改善血糖的好帮手，对于早期或者病情较轻的糖尿病人，通过适量运动也能使血糖得到满意控制。三、101岁名医公开5个长寿抗老秘方，照做就写。神经科医生霍华德·塔克荣获全球最年长职业医生世界纪录保持者，今年他已经101岁了。他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分享一些人生观点和抗衰长寿秘籍。他认为他的长寿关键离不开这5个关键要点。一、长期保持运动习惯。一直到80多岁，塔克医生都在坚持定期运动，经常游泳、跑步、爬山和滑雪。他认为身体健康的最低要求就是强体壮。虽然随着年龄增长，他也减少了一定的运动量，但每周还是坚持在跑步机上努力跑 4.8 公里。二、饮食保持适度。许多老人在年纪大了以后，在饮食上要么是暴饮暴食，要么的饮食结构太单一，这2种饮食模式其实都不利于健康。塔克医生认为，自律的作息跟饮食也是长寿的关键。每天摄入量保证适度而不过度，摄入选择上尽量保证一定的丰富和多样性，
也是保证长久健康的关键。3、持续学习。塔克医生认为，退休后不代表就可以完全躺平，如果身体还有余力，其实完全可以找一个兴趣爱好，或者坚持一些脑力活动，让身体持续有输出，生活不停摆，这样也能充盈自己的同时，避免认知能力下降。对塔克医生而言，保持大脑健康也是晚年生活质量的一种保障。其实一个人的长寿与否，除了基因使然，其实也离不开他的生活习惯，比如作息、饮食方面的自律。此外，对于生活的热爱和积极的心态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人老了以后，千万不要固步自封，多出去交往、互动，也是避免心理问题的好办法。而这些好的转变都会成就你的长寿与健康生活。在探讨健康与寿命的诸多因素中，身材管理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科学研究不断揭示，身材不仅关乎外貌美观，更与身体健康乃至寿命长短密切相关。特别是身体某些部位的肥胖，可能显著增加患病风险，进而影响寿命。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一话题，揭示哪些身体部位太胖可能与长寿无缘，并提供相应的健康建议。我们常常听到千金难买老来瘦的说法，认为保持苗条是健康长寿的秘诀。然而，最新研究却指出，并非所有类型的瘦都是健康的，而身体某些部位的肥胖则可能预示着更高的健康风险。本文将基于多项科学研究，分析身体2个关键部位，脖子和肚子，探讨它们与寿命之间的微妙关系。脖子粗，健康隐患的信号。脖子作为连接头部与身体的桥梁，其粗细不仅影响外观，更与健康息息相关。国际肥胖杂志的研究指出，颈部肥胖者面临更高的心脏代谢风险和慢性炎症风险。具体来说，颈围偏大者血脂异常风险更高，易患心脏病、睡眠呼吸障碍和高血脂。此外，颈围与冠心病的相关性分析研究也显示，颈围在一定范围内的增加会显著增加女性患冠心病的风险。健康建议：保持健康的颈围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至关重要。成年男性颈围应小于38厘米，女性小于35厘米。通过合理的饮食和适度的运动，特别是针对颈部周围肌肉的训练，可以有效控制颈围，降低患病风险。肚子大，中心性肥胖的危害。腹部肥胖，又称中心性肥胖，是指腹部脂肪堆积过多。这类人群体内器官被脂肪包围，易导致脂肪肝、糖尿病、癌症等慢性疾病风险增加。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发现，腰围大于特定值的男性患肠癌风险显著增加。健康建议：控制腰围是预防多种慢性疾病的关键。通过均衡饮食，减少高热量食物摄入，增加膳食纤维和蛋白质的比例，以及规律的有氧运动，可以有效减少腹部脂肪堆积。同时，避免久坐不动，定期进行腹部肌肉的锻炼，如仰卧起坐、平板支撑等，也有助于改善腹部肥胖状况。身材管理的科学方法：身材管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期坚持的科学过程。以下是一些实用的建议：合理饮食，保持均衡饮食，控制总热量摄入，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和瘦肉，减少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规律运动，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等。同时，结合力量训练，特别是针对腹部和颈部的肌肉训练，提高基础代谢率。充足睡眠，保证每晚7到9小时的高质量睡眠，有助于调节内分泌，减少饥饿感，促进脂肪代谢。减少压力，长期的精神压力会导致体内激素失衡，增加食欲和脂肪堆积。通过冥想、瑜伽、阅读等方式缓解压力，有助于保持身材和健康。身材与寿命的复杂关系。虽然研究表明身材某些部位的肥胖与寿命长短存在关联，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绝对的因果关系。身高、体重、颈围、腰围等只是反映身体健康状况的一个方面，而全面的健康管理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此外，后天的生活习惯、遗传背景、环境因素等也会对寿命产生重要影响。身材管理并非简单的追求苗条或肥胖的逆转，而是通过科学的方法保持身体健康，预防疾病，延长寿命的过程。通过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和减少压力，我们可以有效控制身体各部位的肥胖状况，降低患病风险，享受更加健康、长寿的人生。
希望本文能够为广大读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共同迈向健康美好的未来。如何才能长寿一直是经久不衰的热门议题。长寿是绝大多数人都拥有的美好愿望，但想真正实现长寿却是相当困难的。在目前生活压力不断增大且不良生活习惯越来越常见的大环境下，很多人的身体状态都处于亚健康水平，且各类疾病的患病几率都相当高，这对于寿命的不良影响是相当严重的。那么到底哪些人更容易获得长寿呢？一、热爱运动。运动给身体健康带来的好处非常多，经常运动可以有效改善血液循环，促进人体代谢，增强腿部力量，提高四肢协调能力，对于提高肠胃蠕动力，预防血栓，增强身体免疫力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热爱运动的人往往更易获得长寿。二、睡眠质量高。睡得好才能身体好，是很多人都听说过的一句俗语，事实上确实如此，因为只有在睡得好的前提下，才能使人体真正得到休息，从而保证精神饱满和体力充沛。如果长时间睡眠不足或睡眠质量过差，会引发严重的负面情绪，并导致身体过度疲劳，这是非常影响人体健康的。三、乐观积极。想要拥有健康和长寿，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乐观积极的人在面对困难和烦恼时，往往会更为坦然和豁达，不会长期陷入焦虑、烦躁、悲观等负面情绪之中，这对于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好处的。反之，如果经常发怒、生气，则很容易引发疾病，从而导致寿命受损。四、远离烟酒。吸烟、饮酒会危害身体健康是绝大多数人都熟知的生活常识。不过对待此问题，很多人都会抱着侥幸心理，而认为只要身体没有出现重大疾病，那么就不需要太过控制饮酒量和抽烟量。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经常抽烟饮酒的人，患各类疾病的几率都会比普通人大很多，就连癌症也不例外。所以如果想要真正获得长寿，就一定要注意远离饮酒。五、按时吃饭。饮食健康对人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很多人都会由于工作繁忙而降低对日常饮食的关注度，如经常推迟吃饭或不吃饭。对于有减肥需求的朋友来说，可能还会出现过度节食的行为，这是非常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吃饭时间若间隔太久，会导致胃黏膜受到严重损伤，是很容易引发肠胃疾病的。时间长了，甚至会引发营养不良和体质下降，对于延年益寿是非常不利的。以上是常见的长寿特征介绍。如果这5个长寿特征全部都拥有，那么距离长寿就并不遥远。反之，如果全部都不拥有，则一定要提高警惕，积极改正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此外，为了更好地获知身体健康水平，及时发现疾病隐患，建议大家养成每年按时体检的好习惯，这对于抓住疾病治疗时机是非常有帮助的。你能接受自己变老吗？或许有的人会说，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也是归处所在，坦然面对即可，忧虑过多反而庸人自扰。话虽如此，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看着皱纹一条条的爬上来，手脚开始变得不那么利索，青春美貌也逐渐消逝，也许这些我们还能做到泰然自若。但假如有一天，你的大脑不断衰老，甚至到了遗忘所有，痴痴呆呆，就连吃饭、上厕所都需要他人帮助时，还能真的做到坦然吗？大脑衰老会加大老年痴呆的患病风险，现代社会老龄化愈发严重，与之相伴的老年痴呆风险也在逐年上升，而且就目前为止，此病是无法被根治的，而且一些医疗上的治疗手段效果也不是十分明显。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尽可能的做好大脑衰老的预防工作，努力保护我们的大脑，让它保持灵活，从而远离痴呆风险。老人如何预防大脑衰老？坚持这4件事，让大脑衰老的慢一些。一、多听多看多用脑。很多人在年过50之后，就开始逐渐的放下早先的工作，在家里待着了，甚至年龄再大一点之后，一部分人直接连门都不怎么出，也不跟人交流。但其实这样是不好的，大脑就如同机器一般，越用越灵活，越是不思考、不动脑，越容易让大脑僵住，转得越来越慢。二、增加运动锻炼。运动锻炼的好处不用多说，它既能促进体内血液循环，让身体更加强健，同时还可以让肌肉和关节更加灵活。与此同时，大脑不断地发出运动指令，其实也是在帮助大脑进行运转和思考。三、多吃补脑食物。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还可以借助食补来帮助养护大脑，像是核桃、芝麻、
绿叶菜、豆腐等都对大脑发育很有好处，不妨适当的多吃一些。4. 找个陪伴或寄托。上了年纪之后，有的人可能身边有儿女子孙的陪伴，但更多的是只有自己和老伴两人生活，甚至是孤身一人。而很多老年人平时都是不太爱说话活动的，这其实对大脑和身体肌肉关键，包括老人的心情都不是好事。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考虑尝试养一个小动物，像是小猫、小狗等都很不错，既能陪伴，又能让家里增添一丝生机。同时附加的遛狗、喂食等项目也可以让老人多一些运动和欢笑，也不失为是陪伴和心灵的寄托。